根据能源交易所发布的公告，千呼万唤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本月16日上午正式启动开市。开市首日，全国碳市场排放配额挂牌协议交易量达410.4万吨。毫无疑问的是，碳交易对于清洁能源行业是大大的利好，例如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那其他行业，例如石油、煤炭行业，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渐走向成熟，我国长期深度脱碳转型的大背景下，这些行业是不是注定要走下坡路了呢？那这期视频我们就以石油行业为例来聊一聊。第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第二，这类以石油化工为代表的企业在我国长期深度脱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有什么发展对策呢？就只能走下坡路了吗？第三，这些行业如何再度崛起？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碳排放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呢？所谓的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将在某一定区域和时间内的温室气体，当然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将它的排放总量以配额或者排污许可证的方式分配给个人或者组织，使其具有合法的碳排放权利。这种权利可以像商品一样在这个碳排放市场里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就能确保碳的实际排放量不超过限定的排放总量。简单点说，就是给相关企业设定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你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这个数，就得先去购买排放权才能进行排放，不然你就得憋着。而低于排放量的企业就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额拿到市场去交易。我们国家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应该算是刚刚起步，我们可以以起步比较早、目前发展的比较成熟的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例，他们在2005年1月就开始运行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它是全球首个多国参与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它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算是起步摸索阶段，只交易二氧化碳，覆盖的行业包括了电力、水泥、造纸等。第二阶段是2008年到2012年，这个时候就开始扩大覆盖范围，排放二氧化碳量过半的企业通通被纳入进来，碳排放配额开始通过拍卖进行分配。第三阶段是2009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继续扩大行业范围，覆盖石油化工、航空等行业，努力朝着实现100%通过拍卖来分配碳排放配额。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交易所。第一个是芝加哥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0年，是全球第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平台。在2003年的时候，就以会员制的身份开始运营，会员自愿，但从法律上承诺减少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交易所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交易6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和六氟化硫的综合碳交易所。第二个叫做区域性温室气体行动 RGGI， 这个交易所是美国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强制性减排体系，由美国东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中部的10个州发起，成立于2009年。它比较特殊，只管控电力行业，将2005年后所有装机容量超过25兆瓦的发电设施列为排放单位。最后一个是西部气候倡议 WCI， 它是由美国西部的5个州在2007年发起成立的，之后吸纳了加拿大4个省和墨西哥的部分州，设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该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15%。另外 WCI 还将排放额所产生的一部分利润用作本区域的公益事业，就比如说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低碳的技术创新等方面。所以说碳排放交易所也有很多种模式，可操作性最强、最值得借鉴的应该是欧盟的，也就是说给石油化工、航空等行业进行低碳转型的时间应该是4到15年。那这4到15年的转型期，石油化工行业有什么发展对策呢？就只能走下坡路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6月18号、6月20号的时候，我国3天内连续发现2个重量级的油田，一个在塔里木盆地，是一个10亿吨超级深油气田；另外一个在鄂尔多斯盆地，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的全尺寸页岩油田。沉浸在又一次暴富的喜悦中的鄂尔多斯小伙伴突然又恍若隔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何应对石油产业的低碳发展呢？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碳链。什么是碳链呢？石油产业是一个庞大的领域，生产工艺复杂多样，设备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同时，石油产业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这个行业的需求可以大力推动电力工业、交通运输业、供水工业等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另外，石油石化机械设备制造业、石油石化电子仪器仪表制造业、合成材料制品业等等相关配套产业也会围绕着石油产业而发展。这些互相联动的企业之间形成的链条，就包括了勘探、开发、生产、储运、加工和销售等等这些环节。其中上游产业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包括雾探、测井、钻井、挖井、地面工程建设、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以及研发、装备制造和材料制造。中游产业就是油气的存储和运输，下游产业覆盖炼油、化工、天然气加工以及加油站零售等配送、销售环节。与石油生产有关的一系列活动都会涉及废气的排放。石油工业排放气体的方式有半生气、火炬气、燃烧气、工艺尾气、烟气及无组织排放气体等等。各类气体中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常见的有烷烃、烯烃、芳香烃、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氢、颗粒物粉尘等等，其中二氧化碳是排放量最高的温室气体，在石油产业链中也是最常见的排放气体。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量少于二氧化碳，但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作用却不容小觑。尤其是甲烷的排放，可发生于石油产业链中的诸多环节，例如油田半生气的直接排放、火炬燃烧、天然气开采和管道运输等等。所以，石油碳链其实就是石油产业链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按节点顺序依次串联起来所形成的链状结构。分析石油产业链的碳链规律，就可以发现，我国石油产业因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量近些年增势迅猛，减排负担沉重，其中石油炼化环节最为突出。如果我们在这一环节做重点技术攻关，整体碳排放的情况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善。那我们说，这些看上去只能保证我们不挨打，有没有新的增长点呢？最后一个问题，这些行业如何再度崛起？从全球来看，在环境保护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最用功的应该是沃尔玛和可持续发展联盟。这个联盟涉及到很多公司和高校，他们的目标是让沃尔玛的供应商所提供的商品更加的绿色化。为此，他们建立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GSCM， 收集整条供应链上所生产的环境数据。 GSCM 的执行会涉及整个组织和贸易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制造、材料配送和退货等等各个环节。那这些环节收集上来的环境数据就可以进行加工，去分析出它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可以帮助公司分析供应链碳足迹的软件。那商品厂商是如何利用这种软件来帮助他们销售商品的呢？你想想，如果所有的螺丝刀都卖50块，但我的螺丝刀里包含价值0.4千克的碳，而我的竞争对手的螺丝刀里包含2000克的碳，厂商肯定会在商品的所有宣传图册和标签上都写上这样一句话：快来买我的螺丝刀，它不仅能够启动你的螺丝，还能替你守护孩子们的地球。看到这句话，估计你都恨不得买上一把螺丝刀当筷子用。这些就跟石油产业的碳链十分类似，也就是收集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环境数据，去分析确定每个商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数据除了能拿去吹牛以外，还能干什么呢？你们觉得阿里巴巴透过购物平台分析出的每个人的信用数据可以用来干嘛呢？判断如果不收你的押金就借给你充电宝，你会不会不还？判断你没钱剁手的时候要不要借给你钱让你提前消费，能借多少给你，确保你有能力偿还。我要是需要钱周转，他要不要透过借呗借钱给你？所以这个就是你信用数据的用途。通过收集环境数据分析出的每个产品的环境绩效，就可以用来发展绿色金融。哪个产品的环境绩效高，说明这个产品整体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很优秀。如果不高，可能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比如说石油炼化环节对碳排放贡献最突出，就可以进行这个环节的优化。而金融杠杆会偏向于那些环境绩效表现好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因为之所以做得好，肯定是因为付出的多，所以理应给予更多的支持。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如果说石油是黑金，那么石油大数据更是黑金中的战斗金。所以说，未来围绕着石油产业的碳链经济会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包括了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碳足迹分析软件、碳捕捉应用监测技术、环境大数据绩效分析平台、碳链金融，都将会是石油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不说了，写代码去了。